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医生，我糖尿病10多年了，不喝水容易感觉到口渴，但喝水后小便次数很多，那我到底是多喝水还是少喝水呢？李阿姨糖尿病10多年了，由于之前没有把糖尿病当回事，也没有按时的吃药，所以血糖控制的并不太理想。血糖控制的不好，那小便次数就会增多，再喝水小便次数会更多。因此李阿姨对于自己到底是否应该多喝水比较疑惑。那糖尿病患者到底应该多喝水还是少喝水呢？如何的科学喝水呢？今天就给大家一一的讲清楚。很多糖尿病患者不太敢多喝水，有点医学常识的人估计都知道，糖尿病最主要的临床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等。不少糖尿病患者觉得自己本身小便次数就多，如果这个时候再多饮水，那小便次数肯定会更多。这不仅会给生活带来不方便，而且还会把多喝的水排到体外，因此多喝水也是白喝。还有一些糖尿病病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小便次数增多就是多喝水引起的，为了减轻小便次数增多的情况，他们就选择尽量的少喝水。但是需要注意一点，糖尿病患者尿液增多的话，就会造成体内丢失水分的增加，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那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尿液增多，喝水减少，就会使得血液的粘稠度增加，这不仅仅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而且还会增加栓塞性的疾病，比如脑梗死、心肌梗死、肺栓塞等，及糖尿病严重并发症，比如酮症酸中毒等的风险。根据权威的数据，糖尿病患者之中，因为饮水不当而诱发糖尿病并发症的比例高达 15%。糖尿病患者适合多喝水吗？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适当的多喝水是有好处的。至于具体为什么，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人体内存着3种的体液，即血浆、组织间液、细胞内液。正常的情况下，这3种体液之间的渗透压是一样的。大家可能不知道，血浆、组织间液、细胞内液渗透压一样有何意义？学过高中生物的朋友估计都知道，液体流动的方向是从低渗向高渗。如果这3种体液的渗透压不同，那就有可能会造成细胞的脱水或者是吸水胀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是偏高的，这就会使得血浆中的渗透压升高。当血糖以及血液中的大部分的水分在肾脏进行代谢的时候，就会造成肾脏小管液的渗透压升高。这样的话，肾脏对水和氯化钠的吸收就会减少，从而形成渗透性利尿。当血糖很高的时候，就会造成血浆中的渗透压明显的升高。根据液体从渗透压低的地方流向渗透压高的地方的理论，细胞内液和组织间液的部分水分就会向血浆移动，这会造成细胞脱水，可引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如果糖尿病患者喝水喝得少的话，那就会造成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增加，而这又不仅会增加小便的次数，还会增加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本身存在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情况，这样的话，人体就不能很好的利用葡萄糖。但是人的日常活动是需要能量的，那这些能量只能从脂肪和蛋白质中获取。然而，脂肪和蛋白质在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对人体不利的物质。如果喝水少的话，那就会增加这些有害物质的浓度，这对于人体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需要适当的增加饮水量的。适当多饮水不仅仅能够降低血糖的数值，而且还能够避免血液粘稠，增强新陈代谢。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的科学喝水？对于正常人来说，每天应该喝1600毫升左右的水，才能够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点饮水量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对水的需求量是大于正常人的。具体每天要喝多少水，这个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不过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变化来判断。一般来说，如果小便的次数很少，或者是尿量很少，小便发黄，基本就可以断定喝水的量不足。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不过需要注意，一定要排除肾功能不全的情况，否则这个判断的不准。可能糖尿病患者想知道应该喝什么水为好。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可以优先的选择白开水，因为它不含任何的糖类，而且还容易获得。如果喝不惯白开水，也可以在里面放一点茶叶。当然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豆浆、矿泉水、纯牛奶等。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加入糖类，而且也不要用饮料来替代白开水，否则的话不仅仅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还会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在喝水的时候，应该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为何糖尿病病人为何少量多次喝水？其实这个是因为一次性喝的水太多，那就会造成尿液量明显增加，这不仅仅给生活带来不便，而且还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与此同时，一次性喝水喝得太多，那么人体来不及吸收，这些被喝进去的水分就被排出体外了，压根就起不到补水的作用。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因为多喝水造成多尿就减少喝水的量。只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喝水也不能喝得太多，而且尽量的要采取多次少量喝水的方式。但是对于特殊的糖尿病患者，比如患者合并有严重的心功能衰竭，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下肢水肿，这种情况下，因为体液量相对偏多，所以这些患者要对饮水做出适当的限制。由此可见，水分对糖尿病病人有多么重要，不能因为多次排尿而刻意的减少喝水量。只有适量的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够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稀释血液，提高基础代谢率，帮助清除酮体，利于降低血糖，同时也能够避免皮肤过于干燥，防止出现皲裂和糖尿病病足。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